珠海航展终于在日前落下帷幕。然而，我国军工科技的发展速度，甚至让美军顾问怀疑人生，认为中国仅用10年赶上了美国100年的发展。在10月5号，美国传统时政网站《国家利益》刊登了一篇文章，该文章一口咬定我国隐身战机的发展速度实在离谱，美军为此付出了漫长的代价，而中国却成功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赶超。尤其是在隐身舰载机的问题上，我国专家透露会在今年年内就会亮相，更是让美军一些人心态破防。国家利益在文章中提到，有美军相关军事顾问坚持认为，从这次航展中的部分技术应用可以看到，在过去10年时间里，中国快速取得了美国曾经耗时100年才发展到的技术实力，这样的快速推进十分诡异。而该论点在于，我国本次展示的 FC-31也是外界在此前一直推测的，可能是我国下一代隐身舰载机的最大候选者。文章认为，一旦沈阳的这款飞机上舰，那么就预示着中国飞机的研制能力取得了与美军相当的水准。这也意味着，一旦中国航母力量赶上来，中美间的海上力量差距将会在短时间内快速被追平，甚至是反超。但让人感慨的是，美国为了达到这一天，耗费了100年时间。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美军顾问很长时间都在关注我国 FC-31的动向。在文章中提到，研发 FC-31的过程一直是磕磕碰碰的，在2014年就已经出现在航展上，但是表现却让不少人失望，认为存在一些缺陷需要改正。到了2018年，中国国内舆论对于 FC-31有了一些转变，结果2年以后就传出已经在武汉的水泥航母进行测试飞行，如此快的速度让人难以想象。可能也正是这样的速度，让该这个美军顾问犹如心态破防一般断言，他肯定作弊了，肯定是利用技术窃取了相关军事技术，快速革新了自己的技术能力。实际上，类似的这种观点在美国舆论中相当常见，很多美国人因为我国的高速发展而陷入到一种落后焦虑，尤其是这种焦虑是自上而下的出现在美国社会中。一旦找不到可以印证自己固有印象的东西，美国人就一口咬定是假的，要么就是说成宣传。而从某些角度来说，美国一直喜欢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安插在别人身上，认为别人也和自己一样做过相同的事情。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关于偷技术这种事情，美国佬一定是没少干的。美国商务部长访华在即，妄称让中国守规矩，这是把中国给的生路当成了死路。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近日，由美国所主导的日本、荷兰、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等6个国家的大型多国军事演习在南海举行了。其中，美国海军出动了卡尔文森号、里根号，而英国海军则是出动了伊丽莎白女王号，剩下4国则是各自出动了一些护卫舰。虽然这几年中，美国也经常同他国举行军演，但此次较与往常相比，这是美军近4年来第一次凑齐3艘航母用于军演。对于美军此次纠集其他5国所组成的6国军演，相信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因为我们目前正在加大在台海地区军事威慑的力度，而美国试图与盟友在南海搞军演，企图借此阻挠中国大陆实现两岸统一的决心。同时也向岛内分裂势力释放更多的错误，让他们继续为遏制大陆战场而努力。需要知道的是，当下美国高官除了派遣美军展现武力外，他们还企图边打边谈。根据美媒的消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有意在近期率团赴华，改善中美经贸关系。在接受采访中，雷蒙表示，对于中国来说，作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已经够了。所以欧洲的各个盟国应与美国合作起来，阻止中国在先进技术领域进一步发展。除此之外，雷蒙还妄称要让中国遵守美国的规矩，希望通过施压来减缓中国创新步伐。这位部长的打压中国的想法可以说是丝毫都没有掩饰的意思，足以说明目前美国对我国的态度仍然是选择限制和压制，把中国给的生路当成死路来走，没有丝毫缓和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想法。唯一令人好奇的是，明明这个雷蒙丝毫都不掩饰恶华的想法，现在却又对外宣布要对华进行访问呢？说要联合盟友压制中国的是他，说访华的也是他。雷蒙一前一后的态度如此不一，着实是令人莫名其妙。在这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可以说是愈演愈烈，除了拉拢多国联合向中国施压外，还重新在亚太地区成立了一个新的反华小圈子，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以在未来对中国形成核威慑。同时还将英国和捷克的核电站建设项目把中国企业排除在外。种种行为无一不是在证明美国当下是铁了心要跟中国作对。基于此背景，雷蒙释放访华意图虽然有其目的所在，
但不论它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无论在谈话过程中释放出什么烟雾弹来，以中国当下的实力，都有资格说一句：想让中国上当，你也配。频繁触及中国红线，外国势力与台当局勾结，为何岛内先慌了？好日子要到头，这一次大陆擒贼先擒王。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不断在中国周边耀武扬威，试图通过军事行动对我国构成威慑。除了南海、东海等海域的局势，近来台海局势更为紧张。自美国介入台海问题以后，该国就接连派出军舰穿越台海峡。在此背景下，作为美国跟班的英国也开始效仿美国的举动。英国海军李士满号护卫舰在前几日由北向南穿越台海峡的同时，还大肆炒作时隔13年再次穿越台海峡。就如我军东部战区发言人所说，此举摆明了是在刷存在感，充分暴露其投机心态。一方面是想对外展现出伦敦拥有所谓全球部署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讨好美国，毕竟刚被美国拉着与澳大利亚三方建立了新的军事同盟关系，有必要干一些让美国感到开心的事，以证明自己在三方的同盟关系中是有作用的。尽管英国这一举动构不成什么威胁，但是所传递出来的错误信号却能够进一步刺激岛内分裂势力，让他们在对抗大陆的情况下更加嚣张。这无异于是在当前的紧张台海局势上火上浇油。或许正因如此，在英国军舰通过台海峡的当天，解放军派出了至少6架军机前往台海峡对其发出警告。包括英国军舰穿越台海峡，已经明显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势力开始就台海问题与中国作对。在明知道台海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台海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背景下，还要继续挑战中国红线。在分析看来，这些跟在美国身后，包括美国本身的国家，是铁了心要利用台当局对付中国了。这么说来，实际上台海问题已经成了中国当下外交领域上的一个软肋。以美国为首的国家企图利用台海问题来当成遏制中国崛起的一种手段。一直以来，中国都热衷于以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似乎都没有想过真的解决问题，不然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多个国家不会明目张胆地干涉台海问题。或许有人会疑惑，解放军军机不是频繁进入台空域进行警告吗？分析认为，就是因为长时间派出军机仅仅进行警告，所以台当局才会越来觉得大陆不敢打，对军机进入台空域也就产生了免疫力。至此，就如我国网友所言，收拾岛内分裂分子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利用岛内对大陆的经济依赖，通过贸易惩罚，来让他们为自己疯狂的行为付出代价。例如，台方石斑鱼养殖业产品超过80%出口，其中约90%销往大陆。例如，菠萝、番荔枝和莲雾销往大陆的比例都占总产量的90%以上。这些商品无法销往大陆市场，可想而知，岛内相关业界所面临的将是什么样的困境。而这还只是一小部分，台方依赖大陆的多了去了。大陆要收拾台当局，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之所以现在不这么干，还是在给台当局悔过的机会。虽说像石斑鱼等产品被大陆拒入，与两岸局势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对岛内民众利益造成的损失是很明显的。现在外国势力和台当局勾结持续嚣张，这等于是在逼大陆重拳出击。所谓擒贼先擒王，台当局要是再不及时收手，且不说岛内民众的好日子到头了，就连台当局都免不了一场灾难。中美苏黎世会谈之际，美国突然公布核弹数量，再次印证胡锡进扩核论，中国扩核已迫在眉睫。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在这段时间以来，美国开始不断表示希望与我国进行沟通。为此，在10月6号，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杨洁篪将在瑞士苏黎世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会晤。对于此次沟通的主要内容，其实前不久美国方面就有所透露。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无意激化中国贸易紧张局势，希望能与中方就经贸问题进行坦率对话。毫无疑问，这就是中美双方高层会谈的重点。但就在美国看似释放善意的同时，他们还开始动用舆论来施加军事压力。就在中美高层即将会谈之际，苏黎世会谈前，美国突然公布核弹头总数量。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截至去年的9月份，美国共有3750枚核弹头，包括现役和非现役装备。需要知道的是，这是继特朗普当政后，时隔近4年的时候，美国再一次公布了其所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因为特朗普要求对美国最新的核弹头数量保密，上一次美国公布的数量还是在2018年3月。
经过3年半的时间，拜登现在突然宣布了核弹头数量，同时也强调了美国目前拥有的核弹头数量为1965年以来的新低，言外之意是美国在不断减少核弹头数量。美国的这一举动看似是在告诉外界，美国现在正在减少核弹头数量，但实际上这种数据什么时候都可以公布，却偏偏选在了中美高层会谈的前夕，这很难让人不觉得这则数据的公布就是给我们看的。毕竟除了希望同我们在贸易上正常化外，美国还希望我们能够参加明年召开的核不扩散条约大会。这次大会将考虑所有条约缔约国对核裁军做出的承诺。如果美国事先公布核弹头的数量，就会赢得外界的信任，同时把其他核武器大国拉上谈判桌，特别是想把我们拉进去。长期以来，美国智囊团和媒体就不断拿中国的核扩张做文章，炒作威胁论。如今，美国在强调削减核弹头数量的同时，是想告诉世界，美国是核裁军的领头羊，你也应该表示一下。但美国忘记了自己在国际社会中已经没有多少可信度了，即使是主动公布核弹头数据，也无法证明这一数据是真的。所以正如《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所说的那样，中国扩核迫在眉睫，而且扩核数量要在1000枚以上才行。